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。在本视频中，我将向您介绍简单而有效的图表模式，以及如何将其与订单块结合起来，以获得至少1:5的盈亏比。我们在本视频中讨论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用于货币交易、股票交易和加密货币。因为不同资产的价格走势保持相对一致，所以我们将在这个视频中进行非常深入的探讨。图表模式是技术分析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，但在有效使用它们之前，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，以帮助您掌握它们。这里有每个交易者都应该学习的10种图表模式。图表模式是一个包含在图表中的形状。价格图表有助于根据过去的走势来建议价格下一步的走势。图表模式是技术分析的基础，它能帮助交易者寻找他们在看什么以及寻找什么。图表模式的类型大致分为3种，有延续形态、反转形态和双边形态。延续图表形态表明当前趋势将持续下去。延续形态出现时，可以表明趋势可能会在该形态完成后恢复。当模式已经形成或目标到达，该形态被视为完成，然后突破该模式，有可能继续另一种趋势。反转是指股票或其他类型资产的趋势方向发生变化。反转形态是指示方向变化从上涨市场到下跌市场，反之亦然。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模式来预测即将到来的走势，并相应的开仓或平仓。双边图表模式有点棘手，因为这些信号表明价格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。要发挥这些图表模式，您应该考虑这2种情况：向上或向下突破，并在形态顶部下一个订单，另一个位于底部下一个订单。不要忘记设置止损。在使用图表模式作为技术分析的一部分时，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它们并不能保证市场将朝着预测的方向发展，它们仅表明资产价格可能发生的变化。这里有每个交易者都应该学习的10种图表模式。第一个，双顶。双顶是在长期上涨后形成的反转形态。顶部是当价格达到无法突破的特定水平时形成的顶，达到该水平后，价格将略有反应，然后返回，再次测试而失败，那么又就出现了双顶。在这张图表中，你可以看到2个顶或在强劲上涨后形成。注意，第2个顶部无法突破第1个顶部的高点，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，表明反转即将发生，因为它告诉我们双顶的购买压力即将结束。我们将会入场，如果价格突破颈线下方的第2根蜡烛，因为我们预计上升趋势将发生逆转。止损位于颈线之上或比较保守，我们放着。请记住，双顶是一种趋势反转形态，我们的目标价将是从这到这。重点，我们必须注意盈亏比要在1:2。第2个，双底。双底也是一种趋势反转形态，但这一次我们希望做多而不是做空。这些形态发生在长期下降趋势之后，当2个底部形成时。从这张图表中，您可以看到，在之前的下跌趋势之后，价格形成了2个底部，因为它无法跌破某个水平。请注意，第2个底部无法突破第1个底部的，这是抛售的迹象，压力即将结束，反转即将发生。看看这个，价格突破颈线并上涨。双底我们会入场于颈线上方或回测时，因为我们预计下降趋势会逆转，因此止损位于颈线之下给进取者，而保守者在第2止损位。我们的保守目标将是最低点到颈线。第3个，头肩顶。头肩顶型图表形态是一种流行且易于发现的模式。技术分析显示具有3个顶的基线，中间的顶最高。在技术分析中，头肩顶形态描述了预测看涨趋势的反转形态，而反向头肩顶表示相反的形态，因此可供所有类型的交易者和投资者使用。重点交易者需等待头肩顶形态完成，因为形态可能不会完成。如何判断这是头肩顶？在我的定义里，左肩高度与头部高的比例大概为1:2，右肩大概要和左肩差不多。在头肩顶形态中，我们等待价格走势在右肩顶突破颈线。对于反向头肩形态，我们等待右肩形成后，价格走势高于颈线。最常见的进场点是突破颈线后的蜡烛或回测靠近颈线，止损位于颈线之上，而如果是回测止损位于波浪之上。最低目标是颈线和头部高点的差值。第4个，3重顶。3重顶是一种用于技术分析的图表模式，用于预测资产价格走势的逆转。3重顶由3个峰值组成，表明该资产可能不再上涨，并且价格可能会下跌，正在路上。3重顶可能出现在所有时间框架上，
但为了使该模式被视为三重顶，它必须出现在上升趋势之后。三个连续的顶使三重顶在视觉上类似于头肩形态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中间的顶几乎等于其他顶，而不是更高。只有当价格突破支撑位或颈线时，交易者才应该进入做空。止损应设置在颈线之上或三重顶中间的支持和阻力位上。对于这个例子，我们将止损设置在颈线之上，而止损触发给保守者将置于主要支撑线和阻力线的中间上方。我们的目标价应大概是三重顶的高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盈亏比不到1:2，我会选择不进场并等待另一个机会。请记住，在交易中没有任何策略始终有效，因此即使您在这样的交易中遭受损失，成功的交易关键是情绪纪律。如果智力是关键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在交易中赚钱。所以你必须保持纪律，并遵守你的交易计划的规则。第5个三重底。三重底是技术分析中使用的看涨图表模式，其特征是3个相同的低点，然后发生靠近支撑位。三重底通常被视为3个大致相等的低点从支撑位反弹，随后价格走势突破阻力位。三重底的形成被视为进入看涨的机会。三重底可能出现在所有时间框架上，但为了使该模式被视为三重底，它必须出现在下降趋势之后。交易者仅应在价格突破阻力位或颈线时才进场做多。止损应设置在波段低点，最低目标将是底部和颈线之间的距离。在当到达目标时，我们应把盈利锁定，然后推止损点，而追踪我们的上升趋势。每一次把止损点推到波段底点，当达到止损2时，我们将平掉所有仓位，利润率已经接近1:3了。第6种楔形。楔形形态是由2条趋势线汇聚而成的一种图表形态。楔形有2种类型：上升楔形和下降楔形。上升楔形和下降楔形都是反转形态，上升楔形代表看跌行情，下降楔形代表市场看涨。上升楔形由2条向上倾斜的支撑线和阻力线之间的趋势线组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支撑线比阻力线更倾斜。这种模式通常表明价格最终将下跌。当价格突破支撑线时，则确认下跌趋势的延续，交易者就能进入做空，止损可置于波段上方，最低目标为与楔子背面的高度。这里的风险与回报比仅为1:1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会仅仅根据这个图表模式进入，而是会寻找其他指标来分析，以获得更高概率的回报比。这种类型的交易模式非常棘手，如果您是初学者，您应该避免它。第7个下降楔形。下降楔形出现在2个向下倾斜的水平之间。下降楔形通常表明资产价格有可能上涨，如果打破当前阻力水平。当价格突破上方趋势线时，交易者可进场做多，止损可设置在波段的底部，最低目标等于楔形背面的高度。这种类型的交易模式非常棘手，如果您是初学者，您应该避免它。第8上升三角形。上升三角形很有可能是看涨延续模式。这意味着上升趋势的延续，可以沿着阻力位的摆动高点画出水平线，然后沿着支撑位的摆动低点画上升趋势线。上升三角形通常有2个或多个相同的顶，趋势线表示该形态的整体上升趋势。正如您所看到的，上升三角形有一系列更高的低点接近阻力位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倾向看涨。原因有3个：首先，买家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入；其次，缺乏抛售压力；第三，买入止损订单集中在阻力位上方，因此当突破水平线，我们可以进场，止损放在波段点下。您的利润目标将是三角形背面的距离，请记得检查您的回报与风险比率是否为1:2。对于这个例子，我将再重新回测进入，并且止损在摆动低点处，目标将是之前的高点。第9个下降三角形。下降三角形表示下降趋势的看跌延续。反转下降三角形可以从水平支撑线识别和向下倾斜的阻力线。如果趋势突破支撑位，下降趋势将继续。正如您所看到的，下降三角形有一系列较低的高点接近支撑区域，这可能3个原因：首先，卖家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；其次，缺乏购买压力；第三，止损订单聚集在支撑位下方。因此，您可以进场当突破支撑位，止损放在波段点上，利润目标是背面三角形的距离。第10旗形或三角旗。旗形可以是看涨，也可以是看跌，它们可以代表延续或逆转。
在价格大幅波动后出现突破，并沿着初始走势的方向延续，交易者可以在确认突破后入场。在此例子中，蜡烛收盘价低于三角旗提供了空头入场点，此次突破相当明显，增加了继续下行的可能性。止损可以设置在突破蜡烛上方，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走势，或者对于更保守的交易者来说，止损可以设置在三角旗上方。最低目标您可以测量从旗杆起点到三角旗的距离，然后从三角旗突破后的价格量度目标。旗形形态通常出现在趋势延续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已经学了所有的模式，让我们看看如何将这些模式与订单块结合起来，以获得更好的风险回报率。这里我们有欧元美元周图。首先，我们画主要结构水平支撑和阻力区域，这是阻力区域，它形成双顶。现在我们进入日图时间框架，一旦该模式凭借大动能突破颈线，我将寻找订单块。我们将在这订单块入场和止损点设置在波动高点，目标将是双顶的顶和颈线距离。这里我们的回报与风险比为1:5，这是我们喜欢的交易类型。重点提示：所有我们讨论的模式都需要发生在主要结构级别才有高效率。让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这是黄金4小时图。在此图表中，我们将确定此处的市场结构水平，然后我们进入1小时时间框架，并等待它突破颈线。一旦突破，我们将进入15分钟图表寻找入场点。这里我们没有明显的订单块，所以我们将使用斐波那契回撤618入场。我们的止损可以设在0.88之上或波段高点。我们的目标是1小时时间范围间部，这里的回报与风险比为1:10。好吧，让我总结一下我最喜欢使用和最有效的模式是什么哪几种？那就是双顶、双底、头肩顶和旗形或三角旗。本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它，请点赞以表示您的支持。如果您是新人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感谢您的观看，下一集见。